一向待人冷漠的妻子却和新来的男秘书同喝一碗汤。我心里出奇的平静，麻木地提了离婚。他满脸讥讽：别闹了，我很累，同事而已，就算是夫妻也不能干涉我和同事干什么吧。你要是这么想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当我真的把离婚协议摆在他面前，他却恼羞成怒：孙哲，你以为孙家还像以前吗？你离开我什么都不是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晚饭间，纪云第3次避开我夹给他的菜，我满腔的热情被实打实的浇了一盆凉水。结婚2年，他从来没有吃过我给他夹的菜，就连餐具都是分开的。他抬头看了一眼走神的我：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满脸平静地盯着他，我说我们离婚吧。他收起了笑容，满脸的不屑：别闹了，你知不知道我工作了1天很累，和周琦只是同事而已。我气愤地甩了碗：真的是同事吗？纪云，同事会喝同一碗汤吗？是没碗了，还是没汤了？他站起身质问我：孙哲，你别无理取闹，就算是夫妻也不能干涉我和同事做什么吧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早就后悔娶了我了，现在对我这么不耐烦，不就是想离婚吗？你们孙家还像以前那样辉煌吗？呵，笑话！我告诉你，孙哲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如果不是今天亲眼看见，我根本不敢相信，和周琦喝同一碗汤的人竟然是他。白天他们公司团建，他以前从来没有邀请过我，这次还是他公司里和我关系好的几个朋友让我一起去。没想到就看到那样的一幕，周琦打了一碗汤，喝了一半，纪云顺势端起喝了一口。周琦提醒他那是他的汤，纪云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。我知道。周琦坐在一旁红了脸，那一刻我脸上的惊恐不亚于其他人。原来纪云是可以和别人用一套餐具，喝同一碗汤，却从来没有吃过我给他夹的菜。他也会和别人开玩笑，只不过那个人不是我。我和他结婚2年，竟然还不如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同事。坚定的又重复一遍：纪云，我说了离婚。他仍旧觉得我无理取闹，起身就要走。冷静一下，我不觉得算什么大事，等你想明白我们再聊。对了，妈让你办的事情，你尽快解决，他又要来找我麻烦了。他走后，一室安静。当年他家临近破产，急需有人来填这个无底洞。这时候他想起了一直在追求他的我，高傲地和我说：我可以嫁给你。但我没想到，2年的呵护换来的是他连带他家人的变本加厉。凌晨，周琦发来了视频，纪云和一众人围在一起，玩得不亦乐乎，完全没有刚和我吵完架的样子。当初我想把他介绍给我的朋友们，他立马就拒绝了。我以为他只是感情淡漠，有些社恐，但现在看来，他只是不想认识我的那些朋友罢了，不想过多的参与我的生活。结婚2年，我们更像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。纪云抽到了惩罚，被要求和左手边的异性接吻1分钟。他左边的异性是周琦，他连犹豫都没犹豫一下，直接亲了上去。我烦躁地关掉手机，胃里一阵阵的恶心。纪云不是情感淡漠，他只是对我淡漠。他一夜未归，第2日清晨，他妈妈就闹到了家里，一进屋指着我就开始骂：纪云呢？他怎么不接我电话？你到底能不能办？一让你办点事就磨磨唧唧的，一天天不上班，吃我女儿的，花我女儿的。水杯被我砰的一声放在桌子上，抬眼打断了他的话：要办事可以，先把钱拿来，料理事儿，在家关系打点，
你先给我打1000万，毕竟你也说了，我现在被你女儿养着，没钱。他咬紧了牙，这点钱你拿不出来，你要是不想帮忙直说，当初就不应该和你家联姻。你们孙家的家底也差不多没了吧？知道你儿子混蛋，就关在家里，别放出来到处惹事。我这几年给他擦了多少屁股，20多岁了还长不大吗？他气不过，站起身，双手叉腰，憋红了脸。我立马对回去，我让你进屋已经很仁慈了，我和你女儿都要离婚了，你要不现在就滚，要不我叫保安。他像是被今天反常的我吓到了。以前我一直讨好他们，毕竟他们是纪云的家里人，但现在没必要了。我打通了保安的电话，他们进来把他妈妈请了出去。刚结婚的时候，因为我填了既是这个无底洞，他们对我还是尊敬的。现在公司危机消除，他们便露出了真面目。他们觉得我配不上纪云，她嫁给我是我赚到了。看我越来越不顺眼，没出5分钟，纪云的电话就打了进来，先是劈头盖脸的骂了我一顿。孙哲，你能不能别给我找事啊？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多忙？我妈让你干什么你就干。我冷笑一声，忙到了周琦的床上。那边安静了一瞬，随后电话被挂断了。听着一阵忙音，我越发觉得自己有些可笑。没想到他妈闹到了我家里，我妈给我打电话问我最近是不是和纪云吵架了，夫妻有摩擦正常，别总把离婚挂在嘴边，伤感情。我心里一阵发酸，因为帮纪云的公司，我投了很多钱进去，又因为把注意力放在纪云身上，导致现在的公司光景没有以前好。这是爸妈操劳了一辈子给我留下的公司。我吸了吸鼻子，妈，我是真的想离婚。对面沉默了一会儿，换上了我爸。孙哲，你能想通太好了，咱们孙家也不是那种上赶着让人家羞辱的。我爸的声音刻意加大了，对面传来纪云他妈歇斯底里的骂声。电话被挂断，我赶紧开车回去。他妈是个泼妇，我爸妈估计会招架不住。等我到的时候，他妈已经走了。爸妈坐在沙发上聊天，一看我回来，立马起身走向我。我爸皱着眉头，怎么没把行李箱拿回来？我妈白了他一眼，儿子，你放心，廖芳在咱们家猖狂不起来，你妈柔柔弱弱了一辈子，刚才和他对骂的时候可是厉害得很。我噗呲一声笑了，笑着笑着眼眶有点微酸。爸妈，对不起，他们年龄这么大了，我还给他们找了这么多麻烦。我回了公司，终止了与纪氏的合作。这个项目几乎是给纪云送钱的，纪云理所应当的受着。晚上回到家，他破天荒的先回来了，一上来就质问合作为什么终止了。就因为我和周琦喝了同一碗汤，闹脾气也要有个度，太过头了。孙哲到现在这个地步，他还在觉得我是在闹脾气。我把离婚协议摆在他的面前，他才恼羞成怒。你来真的，孙哲？就因为这点小事，你要和我离婚？我靠着沙发闭目养神。对，就是这点小事。我和周琦就是普通同事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对，就是能上床的普通同事。他眼底讽刺的笑意更浓。我们喝醉了而已，又不是我主动的，你在吃什么醋呢？听着他的说辞，我已经能很平静地面对，没什么好说的。离婚，他见说不通，也来了脾气，嘴里不停地数落。好，孙哲，你别后悔，到时候别求着和我复合，你连周琦一个手指头都比不上。我接过他签好的协议，下周一9点，民政局，别迟到。还有，尽早搬出去，这房子我要卖了。第2日，廖芳闹到了我公司，
你个白眼狼！我们纪云嫁给你2年，让你白睡了2年，你现在想离婚？你是不是外面养了人了？你以为你们孙家还像以前那样吗？你信不信我们纪家让你最后输的什么都不剩？我让助理全程录了视频。纪家夫人在外可是柔弱善良的人设，她骂得很脏，但最后她连我的面都没见到。晚间找了许久不见的朋友出来玩，他们都知道我最近的举动。张岩挑着眉问我：哲哥，认真的？我猛灌了一杯酒，认真的，离了。周围人瞬间松了一口气，说话也放松了不少。要我说，哲哥，你傻了2年，这2年我们多少人劝你，你就像中了邪，非要去趟浑水。我前2天还看到纪云和另外一个小白脸亲密得很，我抬头看他一眼，他立马噤了声。张岩搭上我的肩膀：行了，哲哥，今天出来好好放松放松，换个场子。一行人来了以前常去的酒吧，刚坐到以前常去的卡座，张岩惊呼：卧槽，哥，这要巧的吗？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纪云闭着眼睛靠在周琦的怀里撒娇。见我起身，他们也跟着我过去。纪云有点喝醉了，嘴里嘟囔着全是对我的抱怨。周琦，还是你好，孙哲他算个什么？他要和我离婚，他离开我什么都不是，他一点也不温柔，就知道给我找事。我一天天的多忙啊！周琦低头安慰他：姐姐，你和他离婚，和我在一起好不好？我一定不会这样无理取闹的。我拎起酒瓶，把整瓶酒倒在了纪云的头上，2个人惊呼起身。不过纪云一看是我，立马换上了嫌弃的眼神。你是来找我的，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轻易原谅你的。我冷哼一声：纪云，周一你最好准时到民政局，否则你和周琦的视频、廖芳的视频，还有你家做的肮脏的事情，立马冲上热搜。他瞬间醒酒了，满脸惊恐地盯着我：孙哲，你拍了什么视频？你跟踪我，我就知道你说离婚是威胁我，别玩过火了，我真的会和你离婚的。乖乖把项目送回来，说不定我还能……我不再理他的醉鬼模样，转身和朋友继续喝酒。因为这次的终止合作，纪氏的其他元老给纪云施压，被照顾惯了，就认为得到是理所应当。他们话里话外地指责纪云不懂事，再怎么胡闹也不能和我离婚。纪云却清高得很，因为在我这里受了屈辱，扬言没有我纪氏也能发展得很好，不仅不去民政局，还躲着我。继父本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，这次也因为这件事主动来找我。他儿子最近闹的事儿不小，以前都是我帮着摆平，这次他自己解决，白了不少的头发，好像也没解决明白，他儿子还在里面蹲着呢。我对这个岳父没什么好印象，懦弱无能，却又摆出高高在上的样子，一进门就斜着眼看我。小孙，你和纪云怎么回事？他在外面就是应酬，走个流程而已。2人离婚可影响2家的利益，婚姻不仅仅是2个人的事情，你可要考虑好。你们离婚合作可不能终止。如果你讨厌纪云，那也大可不必这样。纪云只是个过渡，等他弟弟长大了，还得是他弟弟接手，到时候就没有纪云什么事了，没必要因为一个女人置气。我给他倒了一杯茶，十分唾弃他这种思想，表面上全是纪云好，实际心里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他儿子。女儿的婚姻好不好不重要，离了也没关系，但合作不能终止。您说的对，离婚可不能影响2家的利益，但我看终止合作后，我们没损失什么，看来离不离婚对我们是无所谓的。他被气得挑了眉，
眼看就要发火，我放出了手机里的视频，里面的廖芳张牙舞爪，还有纪云和周琦翻云覆雨的视频。再抬头，他已经是满头大汗，恼羞成怒地摔了旁边的水杯，黑了脸。你想怎么样？离婚？我只想离婚。当天，继父就押着纪云和我离了婚，他还满脸不屑。孙哲，你可别回来求我，离婚了，我永远不可能和你复婚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如释重负，终于把婚给离了。不求。他以为我还会像以前一样围在他身边，一遍一遍地哄着他，直到我转身走了，他还在原地。终止合作只是第一步，当然，以前填到他家里的钱，也要几家一点一点的全都吐出来。我在朋友面前提了一嘴离婚了，他们立马就明白了。以前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他们都会照顾纪云。偏偏这样的照顾却让纪云觉得他已经很厉害，能独当一面。实际我在他身后没少善后，这样的优待以后不会再有了。我以为这段时间的纪云会焦头烂额，毕竟纪氏最近到处碰壁，没想到他竟然经常会出现在我面前恶心我。去吃个饭也能遇见他和周琦在隔壁桌。已经离婚了，两个人更不用藏着掖着了。纪云用自己的筷子夹了菜喂给周琦。周琦，好吃吗？怎么样？周琦瞟了我一眼，姐姐家的什么都好吃，不知道这么好的姐姐，怎么会有人这么不识好歹？就是，还是你好。有些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你看着，最后还是要夹着尾巴来祈求我。我招来服务员，让把点的菜都打包，在这里恶心的吃不下一点了。周琦闯出来，拦住了我的去路。孙总不会和我抢人吧？面上已经完全没有了刚刚的讨好之色，小白脸一个，他还真拿自己当一盘菜啊！我好心提醒他，选主也要选个好点的。我劝你赶紧换人。纪云闹腾不了多长时间了。他以为我在劝他离开纪云是因为吃醋，我才不信你的话。孙总记住自己今天说的话就好。说完气鼓鼓地走了。当纪云第3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加大了对纪氏的打击。果然他才开始意识到我是认真的了。眼前的项目明显的一块大肥肉，按照常理来说，纪氏是最合适的，要价低，方案好，还有合作过的经验。竞标会上，我远远地看到纪云势在必得的样子，心里满是讥讽。下一秒，宣布中标的公司后，他的脸立马就垮下来了。他以为自己各方面做的已经天衣无缝了，但最大的漏洞就是我。如果我不松嘴，他这辈子都别想再和我们合作。记者捕捉到了纪云铁青的脸，没出20分钟就冲上了热搜。景浩疑似纪孙两家出现婚变，景浩纪云痛失合作，脸色铁青。景浩孙家不愿再做提款机。景浩舆论一下子推到了我们的婚姻上，联姻的家庭发生变故，这可是大事。纪氏官方立马发消息辟谣说没离婚，感情好得很。我接着在网上发了一篇微博，谢谢大家的关心，已离婚，原因不便透露。孙某问心无愧。这下网友不淡定了，纪氏的官方演的成分太多了吧？孙哲亲自发的，他还在这儿辟谣上了，底下清一水骂纪氏的。我放心地退出页面，手指轻滑这个官方账号。我一共发了2条微博，一个是和纪云结婚领证的，一个就是今天的承认已离婚。刚开始创建这个账号是想记录一下我俩婚后的幸福生活，可结婚后才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幸福的事情。我把和他领结婚证的删掉了，
当时的我真的太恋爱脑，大家都在深扒这2年我们的感情问题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：孙哲是舔狗，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大批的人开始攻击纪云，爆出来很多他身边带着不同男人的照片。更可笑的是，没有一张是和我的，也是他除了在床上，从来没有和我这样亲密的在一起散过步。纪云开始疯狂找我，非要我给他澄清。我接了他的电话，让我澄清什么呢？纪云，澄清你和周琦没出轨，盖着被子纯聊天，还是澄清离婚不是事实？他早就焦头烂额了，此时被我呛了一顿火，一下子就上来了。孙哲，少说咱俩也结婚2年，你澄清一下能死吗？你知不知道我们几时现在？我打断他的话，我可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纪总下次别再打来了，他们对这次的项目投入不少，这次没中标，其他人不会放过这个搓磨他的机会。他的位置在纪氏岌岌可危，又急于证明自己，踩了更多的坑。当然，这些坑全是我挖的，精准踩坑。我太了解他这个人了，对于我来说，揣摩他的心思比做个新方案还简单。再次遇到他是在一场酒局上，他衣着暴露，站在大腹便便的张勇身边，陪笑又陪酒。以前这种事情，我从来不会让他为难，酒局也都是纯素的。据我估计，应该是资金链周转不开，他要不就是想借钱，要不就是想找下一个冤大头。我自嘲2声，不过应该没有人会像我以前那么傻了。果然，酒洒到了张勇身上，张勇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。他怒视着他，又碍于现在的处境，活生生把这口气咽了下去。可当他转身看到我的时候，顿感羞辱，低下头，再也没转过身。酒局结束，看到等在我车旁的纪云被现实拔光了狂傲的羽毛，现在怎么看怎么不顺眼。他就连说话的语气都比以前软了许多。孙哲，你什么意思？故意搞我是不是？已经离婚了，你又何必相互为难呢？我冷笑，是我单方面为难他吧？纪总说笑了，我什么时候为难过你？可别诬赖我，张总还在等着你呢吧？又假意的关心了一嘴，你的那个男秘书周琦呢？怎么没跟在身边？也不知道帮你挡酒。他咬紧了牙关，其他的话再也说不出口。我轻嗤一声，从他身边擦身而过。他对我的语气还能这么硬，看来还是没搓磨够。纪云的弟弟纪文出来了，看来纪家没少花钱，在这个节骨眼上花钱，就这个祸害出来。纪家父母是完全不顾女儿的处境了。纪家现在不如以前，不能再供他大手大脚的花钱，所以他来找了我。他也就只有和我要钱的时候才会对我有好脸色。姐夫，给点钱花花呗，我姐抠死了，1万2万打发我。我双手交叠，低着下巴看他。我和你姐早就离婚了，你另外有姐夫了，你可以去找他。我递给他一张周琦的名片，无意间开口，你姐也是，对他这么好，又是送房子送车的，怎么就只给你1、2万呢？真不拿你当亲弟弟。他瞬间就暴跳如雷。我姐还给这个小白脸买车买房，出来卖的不知天高地厚，我得要回来。笑着目送他离开。没多久，助理传来消息，纪文又因为打人进去了，这次惹到了惹不起的人，估计得蹲好久。他真的去打周琦了。周琦自从知道纪云靠不住后，立马换了下一目标。不过我倒是小瞧了他，竟然勾上了港城来的秦总。秦兵家里背景雄厚，他的小情人出事了，肯定不会放过纪文的。纪家人反应过来后，才意识到是我激的纪文，
廖芳全然不顾忌家的面子，来我这里又大闹了一通，我直接报了警。这下子母子俩在里面又见面了，季家的脸已经丢完了，纪云也顾不上去捞他俩。这时候继父竟然突然消失了，老婆孩子出了事情，他第一个跑了。我派人去调查，原来继父在外面很早以前就养了人，可能是觉得纪文靠不住，又生了一个儿子，今年才8岁，他卷了点钱就跑了，把剩下的烂摊子扔给了纪云。现在的季氏已经摇摇欲坠，纪云没有直接来找我，但几乎天天蹲在我朋友的公司楼下，祈求他们能帮一下。到现在为止，他的这些人脉还是我以前给他介绍的。张岩不愿意折腾，但我和他吃了顿饭，就给了纪云这个机会，成败在此一举。如果他拿到了张岩的这个项目，公司说不定就会起死回生。自从知道自己有机会东山再起，他变得高傲了许多，再遇见仍旧是以前那个倔强的样子。虽然公司里子已经烂透了，表面还是强撑着。孙哲，我们季氏又不是没有你不行，别太看得起自己。我笑着压低声音，阿姨和纪文最近怎么样？怎么都没看到呢？他脸上有一些挂不住，很快就恢复了。孙哲，这就不用你费心了，夫妻一场，没想到你对我能这么狠心。我轻笑一声走开了，这才哪到哪。他以前对我的何止是这点狠心，这次的项目，秦兵也是其中的一家竞标公司，他坐到了我的旁边，身边还跟着周琦。他已经大变了模样，乖顺了许多，脸上还有些淤青，看来纪文下手挺狠，这么多天了还能看到痕迹。秦兵像顺毛一样摸着他的头发，他乖顺的样子让我心生笑意。挑衅我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，为了钱什么都能装出来。秦兵看了我一眼，孙总这件事办得不地道啊，打了我的人，孙总一点表示都没有吗？我轻笑。秦总说笑了，在港城发家，跑来这里分一杯羹，我们这些家可都没说什么，而且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今天这个标最后会落到谁家，别因为不相干的人扰了我们之间的和气。今天的标最终会落到一个小公司，但这个小公司已经和很多公司商量好了，他想赚钱，那就得出点血。秦兵拿的是大头，我们陪跑的拿小头。他今天来，无非就是来质问我的，觉得自己失了面子。但面子这种东西，他一个外来人，我看得起他才会给，否则这么多年也不是白混的。秦兵笑眯眯地转过头，手下用了力气。周琦发出一丝微弱的声音：“疼。”秦兵笑着低头：“疼吗？忍着。”因为是陪跑，所以我的注意力全在纪云的身上。应该是张勇给他投了钱，他毕恭毕敬地坐在张勇身边。但张勇这个老油条怎么可能干费力不讨好的事情？他早就知道结果，但就喜欢看着纪云费尽心思却徒劳无功的样子。早期张勇和纪家有点恩怨，这是纪云不知道的事情。最狠的还是纪府，刘女儿一个人面对这群狼。竞标开始，纪云志在必得地看了我一眼，又看到躺在秦兵怀里的周琦，狠狠地剜了他一眼。周琦害怕地把头低得更低了。秦兵捻了2下他的耳朵：“你怕什么？当初不是你拿着他公司的文件和我做的交易，你是我的人，怕他干什么？”我心里暗想，秦兵这种人最可怕了，他喜欢的时候谁都不能欺负，但他如果不喜欢了，后果是什么样谁都不知道。况且周琦这种能出卖枕边人的人，秦兵怎么可能留他太久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自己给出卖了。
看着别人一个一个的讲完方案，纪云的脸色越来越白。身边的张勇抽出放在他胸前的手，等宣布竞标结果的时候，果然中标的是那家小公司。纪云瞬间疯了，站起身，把手里的酒泼到张勇的脸上。你是不是知道今天我一定不会中标？为什么？回头看向张岩，又看向我，你们都是故意的，眼看着我被骗是不是？他发了疯一样冲到我面前，孙哲，我不就是出个轨吗？你至于这么报复我吗？咱俩结婚2年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都是你，都是你！说完，转身又冲到了周琦面前，连你也背叛我，你们都是一类人，都是贱人！我身边的助理报了警，秦兵带来的人已经压制住他，嘴里还在骂骂咧咧的。纪云的事情被人拍下来，发到了网上。纪氏本来就岌岌可危，这一下更是重创。纪云太容易相信别人了，这一次他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这上面，现在落空了，纪氏也完蛋了。他怎么那么肯定，和我离婚后没了我的那些人脉，还会在生意上游刃有余？没到5分钟，纪云就被带走了。秦兵朝我点点头，纪氏完蛋了，他下一步收购了纪氏，这是他老早就计划好的，就连周琦都是其中的一步棋。纪云被送进了精神病院，他的精神已经不正常了，但因为纪氏破产，纪家欠了很多钱，所有的东西都被收走了，但我还是供着他在精神病院的钱，最好是不要再出来了。纪文和廖芳出来后，发现天都变了，无处可去，哪个亲戚都嫌弃，租了一个老破小。纪文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一直在找纪府。我派人给他送了消息，晚上纪文就杀到了纪府家。继父惦念着纪文还是自己的儿子，让他在家里住下了。但是廖芳是万万不可能的，在他从里面出来，2个人就离了婚。外面那个女人终于有了名分，但纪文花钱大手大脚惯了，才几天就欠了一屁股的债给他老子。纪府不给钱，纪文就去他后妈的公司闹，要不就去他弟弟的学校闹，搞得人尽皆知。继父那段时间被他折磨够呛，直到他再次因为打架进去了，纪府才下定决心再也不管这个儿子了。至于纪云，继父从头到尾也没说去看一次。还是廖芳，他虽然觉得纪云是个累赘，还是会看他几次，但也仅仅只是看一眼。到后来他重新又嫁了人，就再也没来看过了。他新嫁的是个死了老婆的酒鬼，酒鬼有个儿子，不大，但爱耍脾气，经常打他，他又不敢真的教育，毕竟她丈夫一喝醉酒就会打她，要是敢碰她儿子，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结果。一切安然无恙地过了半年。那次竞标会后再也没见过的周琦竟然主动来找了我，身边没跟着秦兵的人。他一见我就把 U 盘放在桌面上，孙总，这是秦兵的一些秘密，求求你救救我。我觉得好笑，我凭什么救你？这些东西会扳倒他的，我知道你看不惯他，求求你救救我。秦兵以前的情人被他折磨得不成样子了，我以后也会这样的。他现在已经不耐烦我了，求求你救救我。我叫来人把他压住，给秦兵打了电话。秦总，你的人跑到我这边了。周琦彻底疯了。孙哲，你个王八蛋，你是不是想让我死？我长舒了一口气。谁说我看不惯秦总？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。做生意怎么能意气用事呢？秦兵带着人很快就到了，他的人把周琦绑走。他和我说：“不好意思了，孙总，打扰了。”我努努嘴，看向桌子上的 U 盘。
秦总把东西收好，别再让别人看见了。他点点头，劫后余生地看了我一眼。我知道以后我们俩会有更多的合作。再次提到纪云是在3年后，我已经结婚了，搂着坐在我身边的老婆。朋友调侃这几家巨头公司的发展，不知道谁提到了纪氏，又说起了纪云。我疯狂地给他们使眼色，老婆给我夹了一口菜喂到了我嘴里。好好听听，说你前妻呢？我疯狂地摇头，不是，我都不认识了。包间外，我和张岩靠着墙抽烟。哲哥，纪云现在过得挺惨的，你结婚前就停了他医院的费用，秦兵又给续上了，把他那个小情人周琦送进去，两人关在一个病房，天天互殴互骂。别想着出来了。我弹了弹烟灰，行，看我出神的样子。他调侃，哲哥想什么呢？我吸了烟，喷了点香水，一会儿回家还得道歉呢，你也喷点。我老婆闻不了烟味儿，转身回了包厢。老婆眼巴巴地等着我，这样的人才值得真心对待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